你有见过这样的抓鱼方法吗？男孩在小溪里用竹片打造了一个捕鱼陷阱，并在附近筑起水坝，大鱼小鱼抓了一堆，卖了一些，还送了条大鱼给照顾过他的老奶奶。这天，自强一早就来到了一条小溪边，弯起裤脚下了水，往上游走了一会，一上来就看到小水坑里躲了条鱼，上去一顿乱摸之后，还是让鱼儿给跑了。不过自强看了眼周围的地形，若有所思了起来，他在原地比划了一下，觉得完全可以在这里筑一条水坝出来，只留下中间一个小口子，再在口子上设置个陷阱，这里的鱼就都别想跑了。有了这个令人兴奋的想法，自强连动作都不由快了几分，提着柴刀就想往岸边竹林里钻。路过看到一根上游飘来的树干，先丢到一边，待会也许用得上。爬上岸边的土坡，这里一眼望过去都是竹子，对于自强来说是绝佳的材料。他当然是毫不客气地收集起来，没用多少时间就砍了有10几根出来，其中还夹杂着几根木料，待会可以做框架用。虽说怎么搭建这个陷阱已经心里有数，但这个过程还是比较繁琐的。只见自强先将一根根竹子砍成了小段，再沿着树枝的方向将其破开。经过他一番劈砍，得到了几捆有长有短、粗细均匀的竹片。自强先将稍短一些的竹片间隔开来铺在了地上，而后按照编织的方式穿插进较长的竹片，使它们交叠在一起，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。有了第一面竹板，自强又用同样的方法制作了一扇小一些的竹板。他抱起地上的木棍，来到了这段溪水湍急的地方，在地上捡了块大石头，把木棍敲进了河床之中，接着依次在水里打了4根木桩，组成一个长方形的形状。单单这几根柱子，想要不被水冲走有点不现实，只有在4面都加上一根横梁，用藤条捆绑牢固后，组成一个框架，才能说得上是固若金汤，只要不是发洪水都不成问题。最后在横梁上垫了3根竹片，这时刚才打造的竹板也终于派上了用场。自强先拿起大的铺在框架底部，不得不说他的手艺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卡进去大小刚刚好，剩余的2面安在了2侧，最后一面小的则如同闸门一般，将整个装置封闭起来，沿着竹板的缝隙穿插进竹篾，做得这么牢固，看样子是不打算拆了。又是在各处加固了一番后，自强抱起4周的大石块，沿着陷阱的开口垒出了一条水坝，使得溪水只能从这里流进来，而竹板之间较大的缝隙又能保证水能顺利排出。这时要是来一条鱼，只能搁浅在这等着自强来收了。不过这需要一些时间，自强收起东西先回家，打算第2天再来看看。一夜过后，自强回到了这里，看了一眼里面，直接开心地叫了起来，赶紧拿出网兜，里面什么鱼都有，大的小的一应俱全，直接把这条小溪里的鱼来了个一锅端，开心地收进网兜之中。这些鱼基本上都因为离开水里太久已经没了动静，但看上去都还挺新鲜的，拿去卖应该还是可以的。收好了所有的收获，别看在竹板上不多，居然也装了满满一袋子，提着网兜放入背篓中，这个陷阱就留在这，也许以后还能来收鱼。穿过湍急的小溪，自强来到了村子里，依然是熟悉的位置，熟练地把鱼摆好，很快就来了顾客。他的货一向来不愁卖，主要是东西都够新鲜，而且还卖得相当便宜。在这个大哥挑挑拣拣后，只剩下了一只大鱼和一堆小鱼。一位大叔买走了他所有的小鱼，这只罗非自强却不打算再卖。他把鱼装进了袋子里，收起所有东西，向着老奶奶家走去。奶奶正和邻居在喝茶，自强走了进来，就把鱼取出来递给了奶奶，告诉她这是今天刚抓的，可以趁新鲜吃了。送完了鱼，自强并没有过多停留，奶奶拿起鱼和邻居夸赞起他，说这孩子可懂事了，每次有什么好东西总送一些过来给我。自强今天赚了钱，又来看望了奶奶，带着轻松的心情回了家。男孩用粗棉绳制作了一条排钓，
在一段小河湾里放下之后，成功钓到了不少鱼。这天清晨，自强已经起来，正蹲在院子里鼓捣着什么。他认真地盯着棉线上的鱼钩，给他穿上了自己一贯以来的钓鱼老方蚯蚓，然后整齐地挂到杆子上，以免它们纠缠到一起。挂好了所有的饵，自强收起多余的蚯蚓，拿着另一片竹板夹紧了上面的钩，确保取下来之后不会乱跑。把这捆排钓放进背篓之中，换好了装备，自强关好门离开了家，来到了一段比较隐蔽的小河湾前。这里是个不错的地方，他挽起了裤腿，一脚深一脚浅地向着里面探查而去。毕竟他带来的这条排钓很长，只有看过才知道这里合不合适。来到里面，发现不知是谁已经在这设下了地笼，那说明这里一定有不少鱼，而且整条河湾水流平静，非常适合给他布置排钓。于是自强放下了背篓，从里面取出了排钓，解开绳子，从这里开始放下钓钩。沿着河道往外面放去，他今天搞的这个排钓可真不短。一直投放到他来的位置，才刚刚把绳子放完，顺道就把竹片固定在了树干上，回到里面取回背篓，等于上钩。不是短时间能看到成果的，还是先穿回雨靴，回家再说。第二天，自强回到了这里，掏出网兜，卷起裤腿。他刚下到水中，就看到一条大鱼咬着钩从水底浮了上来。自强赶忙取下绑在树干上的绳子，解下钩上的鱼，收入网中。取下的钩子还需要卡回到两片竹片之间，保证下次再想用到不会缠到一起。得益于布置的时候是沿着一条直线过来的，现在只要一点点将线拉起，有鱼的收入囊中，没鱼的整理好钩。即使是在齐腰深的水里，自强也是异常的专注。来到靠内的河段，线已经收起了一小半，鱼却还没几条。正当他有些失落的时候，拉起绳子，下面居然同时挂了3、4条鱼，这难道是把他们全家一锅端了？这么多在水里就有些不好操作了。于是自强拽着线，把这些鱼拉到了岸上，整整齐齐4条鱼，全是这种又大又肥的大黑鱼，看样子今天又可以卖不少钱了。带着略显沉重的网兜，自强继续收起剩余的排钓，剩下的也不是很长了，干脆全部拖了出来，丢到了岸边。没想到短短1节还有这么多鱼，真是发财了。一一取下，放进网兜之中。整理好这些线，也是时候该回去了。看着他提着这带鱼吃力的样子，怕是有10几斤之多，返回到来处。穿回鞋子，自强背起背篓，打算马上去街上卖掉。这回他在小卖部旁停了下来，把鱼都倒在了塑料布上，像列队一般整齐地排列起来，为迎接顾客的到来做好准备。边上正在闲聊的大姐发现自强又来摆摊，立马走了过来，看到卖的是鱼，正好买上几条晚上吃，挑了几条小的。她觉得小的肉嫩一些，在塑料布上擦了擦从鱼上沾染的粘液，取出钱付给了自强。这时从对面过来的大哥也靠了上来，他专往大的挑，一下买走了4、5条，瞬间摊位上的鱼去了大半，剩下的再又卖了几条之后，一位骑摩托路过的大叔帮他清空了所有的货。今天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。男孩在别人地里进了一些卷心菜，拿到街上卖给了附近村民，赚了点微小的利润。这天一早，自强用手探了探自己的小屋顶，前几天下雨好像有点漏水了。他来到屋外，拿起之前用剩下的棕榈叶，爬上屋顶，抬起压在上面的树干，重新加了几张棕榈叶上去，这样双重保护起来，应该是不会再漏水了。修缮完小屋，自强背着背篓出了门。
他来到了村民种菜的地方，此时正有一位阿婆在菜地里收菜。自强看到后，上前询问是否能让他割一点菜，到时候按价给钱。阿婆欣然同意，于是自强放下背篓，挑着大的开始收割起来，砍断了根先放到背篓旁，阿婆则帮他去掉不能吃的老叶。一直到砍了有7、8棵，自强停下了脚步，开始往背篓里装起了菜。塞满后，从口袋里拿出钱，按照说好的价格付给了阿婆钱，接下来就该背到街上去卖了。之前都是卖的一些鱼呀、山货之类，蔬菜他卖的很少，不知道今天这些卷心菜能不能顺利卖完。还好刚摆下摊位，路过的小姐姐一下买走了他3颗菜，看样子也还行，主要是来买的人都是一下买走好几颗，所以只用了1个小时不到就卖完了所有的货。今天做的不是无本买卖，只赚了点差价，但积少成多的道理自强还是懂的。回到家，自强先收起了自己晒的衣服，挂在了墙壁上。随着小屋冒出一阵白烟，自强准备开始做饭，简单的煮了包面，就着吃剩下的饭吃了起来。看起来挺奇怪，但有饭又有菜，想想又很合理。吃过了饭，整理好碗筷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对于独自住在野外的他来说，每到这个时刻，总是早早的就上床睡觉了。第二天吃过饭的自强，正在整理上次好心夫妇送的渔网，用塑料布包好，抄起门口准备好的杆子，来到了竹筏上，解开绑在竹竿上的藤条。自强拿着桨推了下岸边，竹筏缓慢地向着湖心飘去，调转好方向，这下划起桨来，竹筏的移动速度快上了许多。来到湖中央，他找出了绑着瓶子的端头，抛入水中，接着就可以沿着竹筏划过的痕迹，将长条形的渔网一点点放入到水中。不同于第一次，这回的渔网明显有点破破烂烂了，不知道还能用几次。布置好所有的网，自强划着竹筏远离了一些下网的位置，然后拿出带上来的木棒，开始拍击水面，坐着等鱼装网。不如自己主动出击，每隔一段距离就拍打一下水面，水下受到惊吓的鱼肯定会四下逃窜，能不能撞到网上就看运气了。绕着湖来了一圈，自强觉得应该差不多了，捞起瓶子，提起渔网，准备开始收获。才拉上来没多少，就看到了今天的第一条鱼，而且还不小，先收进网兜中。不得不说，这湖里的鱼是真不少，每次自强在这捕鱼都能有不错的收获，这些罗非都是整串的往上拉。短短一段时间，网兜里都塞了大半了。自强也感慨起来，今天的收获真不错。正当他已经心满意足的时候，居然给他拉上来一条超级大鲤鱼，这下又发财了，赶紧塞进兜里，就这一条抵得上其他所有的收获了。不过这鱼实在是太大，塞的网兜滋滋作响，也没能放进去。捞起剩余的网，将其整理好，自强迅速地划着桨向着岸边靠近。回到自己的住处，先把竹筏系好，带回渔网挂到了墙上，取出背篓，带上钱袋子，装好了鱼，他得赶紧趁着鱼还新鲜去街上卖掉。来到村子里，自强把大鲤鱼摆在了中间，按照大小分成了左右两边，价格也做出了区分。大鱼卖的稍贵一些，大姐询问过价格，买走了一些小鱼，接下来又卖了一些之后，这条最大的鱼被一位大哥买走。很快在小卖部老板的帮助下，卖完了这些鱼，今天又赚到了不少钱，收拾收拾该回家了。
你见过用竹叶钓鱼吗？男孩在钓钩上挂了一些嫩竹叶，绑到了湖岸旁的竹竿上，结果还真给他钓到了大草鱼。这天早上，自强正在磨之前一直在用的鱼钩，他也没有磨实，就这么放在石头上简单的磨上几下。虽然不知道有没有变得锋利一些，但心理上的感觉应该是有用的。整理好线和钩，自强关上了门，沿着湖边的小坡往下，来到了竹筏上，熟练地操纵着桨，调转了个方向，向着另一侧湖岸驶去。这里还有好多当地的村民停在这的竹筏，自强偷了个懒，把藤条系在了别人的竹筏上，提着柴刀上了岸。他来到一丛有些枯黄的竹子前，在低矮处砍了一根稍微嫩一些的竹枝，提着它回到了自己的竹筏上，从背篓里取出绑着线的钩，在竹枝上折了一小段下来，挑选出其中的竹叶，叠到一起穿到了鱼钩上。许多人应该不知道，竹叶也是可以拿来钓鱼的，只不过只有草鱼才会来吃。这边看着自强穿了好多次都没有穿牢，本身竹叶就比较脆，力道大了就会把叶子撕碎，这就非常考验他的技巧了。本身的鱼钩就大，挂的饵也是不小，看样子今天他的目标很明确，只为大草鱼而来。给几个鱼钩都上好了饵，自强来到岸边，找了几根别人丢弃在这的竹竿出来，一并放到竹筏上。接下来该去找一块风水宝地，去设置好钓钩了。随着自强在湖面上寻找了一阵，他瞧中了自己屋子的对岸，这里高低错落，长着一些矮树，而且水也足够深，看上去就是草鱼爱待的地方。自强把带来的竹竿一端靠着岸边放在了水里，这些竹竿将作为钓竿，粗大的竿子提供的浮力可以保证即使上了鱼也不会被鱼拽到水里去。将绳子牢牢地绑在上面，而且一根不止可以绑一条，多挂几条也能提升一下上鱼的概率。有多的竹叶甩入水中，就当是打窝了。把带过来的5条鱼线分别绑好，接下来就得交给运气了，还是等到明天再来查看吧。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，自强吃过早饭，给门上了道简易的锁。虽然谁也防不住，但好歹能有点心理安慰。上了竹筏，用桨轻推了下岸边，竹筏顺利地滑了出去。随着这段时间他经常性地使用这艘竹筏，他的驾驶技术已经越来越熟练，调转了个方向，直直地来到对岸。还没等靠近，他就忍不住仔细打量了起来，看他的表情应该是有中了鱼，而且还是条大鱼，赶忙取过来背篓，拿出网兜放在一旁先，弯下腰拽着鱼线，一下就将这条大草鱼提了上来。似乎是上钩的时间太长，已经挣扎得精疲力尽，只能从一开一合的鳃看出这条鱼还活着，不反抗当然是好事。自强顺利将它收入网兜之中，除了这一条，另一杆上还有鱼。调整了下竹筏的位置，靠了过去。自强盯着水里的鱼，拉起第一条鱼线，奇怪了，怎么水中的鱼纹丝不动，而且还游得很欢快？这是因为水面折射的原因，看上去像是挂在第一根线上的样子。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，原来中鱼的不是这一根线，赶忙拉起第二根线。不过这条鱼应该才咬的饵，这回还是活力满满，差点就没拽动它。随着自强把鱼拉出水面，这鱼也是意识到了危险，剧烈地挣扎起来，一下就脱了钩。自强望着幽深的湖面，再无鱼儿的踪迹，真是有点可惜了。懊恼地丢掉竹竿，他也只好作罢，提着唯一的一条大鱼放到了靠离点的位置，并用脚踩住，这条再不能让它跑了。这时天空不凑巧地飘起了雨，还是先回去再说，这些钩和线就放在这，可以等明天再回来收。竹筏停在了岸边，把藤条系好在一旁的枯树干上。自强带着鱼回到了小屋前，这雨已是越下越大，今天就不方便去街上卖掉这条鱼了，也许自己吃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男孩带了条鱼来探望老奶奶，奶奶投桃报李，带他挖走了墙角的巨型山药，拿到街上卖了不少钱。昨天刚下过一场雨，地上还是湿漉漉的，自强就近捡了一些柴火回来，
虽然只是一个人住在这，但每日3餐要烧的柴不算少，全部劈砍成了段，放到灶台旁的角落里备用。收集完柴火，自强又拿起了扫帚，将附近的枯枝落叶和浮尘扫去。陋室虽小，但爱不爱干净又是另一回事。打扫完卫生，自强下到坡下，来到竹筏旁，取下了挂在竹筏上的网兜，里面还有一条前2天钓到的鱼。他打算待会带着这条鱼去看望下老奶奶，也有好些天没见到她，有些怪想念的。把鱼放到塑料袋里装好，自强背着背篓出了门，穿过熟悉的街道，进到了奶奶家里面。奶奶正和邻居在闲聊，自强直接取出了鱼送给了老奶奶。奶奶既高兴又欣慰地收下鱼，递了碗茶给自强喝。两人闲聊了会，各自问了下对方的近况。奶奶突然想到自家后院里还有之前种的山药，一直没有挖，这回正好趁着这个机会让自强挖走。两人来到后院，奶奶指了指之前养过兔子的地方，示意自强就在这挖就行。刚刨开表层的土，就露出了地下黝黑的山药担子，裁掉已经枯萎的藤蔓。两人一起沿着这个大山药边缘开始挖掘。费了好大一番功夫，才露出了它的真容。整棵山药硕大无比，翻过来一看，底下都是紫色的了。不知道是品种的原因，还是在这长了多年才变成这个颜色。费力地将第2颗也拔了出来，同样是好大一颗，而且底下还断了一截。奶奶干脆用钢钎配合自强，才将其挖了出来。总共挖了3株，奶奶拿着刀把整颗分成了小块，自强负责掰掉表面的泥土。两人分工明确，各自干着手头上的活。很快就装了满满一背篓，奶奶把一些边边角角丢回了挖出的坑里，收拾好后，俩人一起把坑填了回去。这样也许来年被丢弃的边角料又会发芽，重新长出许多大山药。接下来该去街上卖掉这些货了。在奶奶的帮助下，背起这筐沉重的背篓，自强缓步离开了老奶奶家，穿过街道，依然是来到熟悉的地点，倒出了里面的山药。自强想了想，收回来了一个，待会回到家可以吃。蹲在一旁等着村民前来购买。得益于今天的山药品质非常不错，而且自强卖的也算便宜，很快就去掉了大半，只是空闲了一小会，紧接着马上又有人来买，短短时间就结束了今天的买卖。他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再次来到了老奶奶家门前，从钱袋子里取出了今天赚到的钱，递给了奶奶。在他想来，这些山药都是奶奶家的，卖的钱理应拿来给他。奶奶本就是抱着还人情的想法，才叫自强挖去了山药，他怎么会收下这些钱？推让了一番后，奶奶把钱塞回了自强手里，叫他拿着去买些好吃的。又是站着闲聊了会，自强和奶奶道了别，回到家中，他就立马开始生火。出去半天，他这回还没有吃饭。随着屋里冒出一缕炊烟，自强提着锅和剩下的山药来到了竹筏上，简单的清洗掉表皮的泥土，直接舀了点湖水，把山药放了进去，端到灶台上慢慢煮起。这么大一颗山药，想要煮熟，还是要花上点时间的。等待的时间里，不如躺到床上休息下。大半个小时后，自强醒了过来，掀开锅盖，用筷子戳了戳这颗大山药，看样子是已经熟了，端到屋外，倒掉了里面的水，掰了一截下来，外表看上去黑乎乎的，但吃起来还是很香的。这么大一颗也够他吃饱了。